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五哥分享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维京传奇3个不同的时期。标准版呢就是年轻时候，珍藏版本就是一个类似于中年，传奇版本呢就相当于岁数比较大了，胡子都已经长得很长了。其实就是3个人生的一个过程。话不多说，咱们现在直接拆箱。COO 帝国传奇的维京征服者领主版本，也就是传奇的版本。这个传奇版本呢，我是这3款里面最喜欢的一款，也是最期待的。直播的时候呢，我也跟大家说，我个人呢是非常喜欢这个传奇版本的。维京战士呢，就是维京传奇里面的这个原型。然后咱们现在把它打开，嘣，传奇版本的这个质感呢，确实是看起来不错。第1层的布局，第2层的布局，咱们把这些全都取出来给大家看一看。好，这就是传奇版本的所有内容物。头盔的两边它不是金属的材质。我说心里话，我真的希望它是一个真实的果布，可能是我玩过这种人偶配置最还原的一款，但可惜啊，还是有一些遗憾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就是感觉是有一点点失落的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些呢都是一些小细节、小问题。那么咱们现在看一看这款如何？好吧，一个兜裆的地台支架，然后一对自然的开场手型，一对实心握拳手，然后一对仿果布的塑料手型。从远处瞅的话，其实也还好。这个我呢，可能就是对这个要求比较高吧。接下来给大家看的就是半遮面的头盔。这个头盔呢，它是一个纯铜的材质，下方呢是有圆形的锁子甲环，很 nice， 符文的刻画。周围这个头盔做的还是蛮不错的。这2个小配件呢，它就是放在头盔的两侧。如果说你不想安那个翅膀的话，你可以把这2个小配件放在这2个窟窿上，装上去之后是这样的一个样子。这2个小配件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点。一个圆盾，质感呢，你看的话还是可以的，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它确实是一个贴纸，要是布料的话，那就更还原了。中间这个盾镜呢，它是一个铜制的，后方做了一种仿木质的涂装，两侧的皮带可以把它绑上去的。一个雕花的皮革包，雕花部分是纯铜的材质，皮带上方也都有纯铜的小扣。这个雕花皮革包呢，我看起来还是比较精致的。当时这个号角啊，我以为它真的是一个类似于牛角的材质啊，它是一个塑料的材质，做的还挺逼真。然后我吹一下啊，一把金属的长矛，上方呢是一个金属的材质，下方这个杆呢，给大家看一下它的细节。上面也做了旧化的处理，一把金属的长斧，细节的刻画，然后整体做了一个仿木质的涂装，金属的短斧，它的刻画呢会比长斧更加的复杂一些，纹理，握把处也是有一些符文刻画的，然后整体也是做了木质的涂装效果，整体是一个塑料的材质，翅膀两侧做了一个塑料的材质，上方是金色的涂装，一把铜制的长剑，打开。纯铜的材质，剑柄处的细节刻画。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它这个剑鞘呢，整体它是一个皮革的材质，然后做了这种纯铜的剑鞘扣，装饰物呢全都是纯铜的材质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皮革雕纹的图案。一把铜制的雕花短刀，纯铜的材质，然后上面有符文的刻画，工艺还是不错呀。刀鞘整体做了一个纯皮革的材质，周围这些都是纯铜的材质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就是它这个传奇版本还有一个小酒杯，当时这个中世纪的这个酒杯，然后也是纯铜的材质，这么看还有点像阿拉丁的神灯。传奇版本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毛边的斗篷，这个毛呢有点像兔毛，好像是兔毛。应该是吧，这不得而知啊。这个哇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狐狸的脑袋呢，给我吓一跳。这个玩具还能把我吓着，感觉应该是兔毛吧。斐迪南的斗篷，然后做了一个应该是土黄色、褐色吧，还不是那种纯褐色，就有一种土黄色的感觉。这个毛边斗篷呢，我也挺喜欢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给大家看最后一个，就是它的主体。整体呢，它做了一个直发的工艺，包括它的头发。后面扎了一个辫子，这个胡子呢，其实啊，大家可以有条件的话可以打理打理。这是圆环的锁子甲，锁子甲部分呢，我真的是爱了。你买到那种便宜一点的，可能就是一个洗碗布，但是这个真材实料，真的就是一个圆环的锁子甲。它的小臂甲呢，也是纯铜的材质，然后里面做了一个皮革，然后这个里面还有皮带，中间那个腰带呢，也都是皮革的材质，包括这些挂带可以放剑的。
也可以挂这个包的，一会儿呢打理一番把它装上去。皮带的装饰物呢也都是纯铜的材质，这个掐子也都是。里侧的衣服依然是一个麻面的材质，下方的刺绣呢传奇版本做的是非常的精致，它是一个紫色的长裤，然后背面看一看 OK。 下方这个靴子呢它是一个纯的皮革材质，这一点呢非常棒，也很还原。鞋底的下方它是一个金属的材质，你这么弹的话会砸手。整体方面呢我个人是比较满意的。胳膊呀不能说是弯曲到很高的幅度，因为它这个手指甲的干涉，这个也能理解。头雕部分呢这个可动性我就不再多说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眼这个头雕的样式，慈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挺好的，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，因为每个人他这个接受程度不一样。我觉得这颗头雕还是蛮不错的，挺喜欢，而且它是一个直发的工艺。合模线的部分啊，你不仔细瞅的话其实还是很难看出来，但你仔细瞅的话还是有一些的，不过远处瞅的还可以。唯一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胳膊呀不能说是弯曲到很高的幅度，因为它这个手指甲的干涉，这个也能理解。腰部分的可动都是 OK 的，然后腿部分前踢，然后包括弯曲都是没问题的。还有就是它这个皮革的脚型部分，左右，然后前后 OK。 传奇版本的这个主体部分呢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。最重要的其实啊不是说这些介绍怎么样，最重要的还是把它组装上打理一番看看什么样，好吧兄弟们，我真的是迫不及待了。 OK。这款维京传奇领主版本全副武装起来，站着就很有型。整体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。这款亮点不仅仅是这颗直发直胡子工艺的头雕，重点其实在于配件方面。视频之前的配件细节展示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无论是材质还是刻纹的还原度还是比较高的。这里我要说一嘴，原本我以为斧头、手柄、握把处都是木质的，虽然它是一个塑料的材质，但是带着刻纹仿木质的涂装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环形锁子甲包括铜制的头盔以及装饰的细节依然继承了 CO 的味道。然后就是盾牌的贴纸，包括裹布手型，没有还原到真实，略显遗憾。但是我估计设计师包括出货呀还是有自己的想法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个人呢对这款期待还是比较高的。我个人当然是希望材质更加的还原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啊，这两款 CO 的新品是没有说明书的，但是如果你按照官图去琢磨，安装还是很简单的。另外有一点也是我发现普遍比较多的问题，之前看过几个人拍照，腰带上是没有安装这个短斧的，可能是不会安装，导致斧头倾斜的幅度比较大，拍照的时候啊影响美观。这里教大家一个小细节，就是短斧安放在腰带的那个小皮革的配件，就是中间一个铜制的扣子，然后上下连接两个小皮带扣，中间的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对折90度的，然后就可以把短斧安装上去了。安装的时候呢腰带是要解开的，然后就是按照我这个视频的顺序呢，左右重新安放在腰带上的位置就可以了。如果不懂呢，就暂停我的视频，仔细的观察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懂吴老师的良苦用心。下一期视频呢是 CO 的维京传奇珍藏版本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，就在下方评论留言，我挑一些代表性的问题给吴老师的粉丝一一解答。大家电脑里或者手机里都会有一些小姐姐或者是老师们，那么在魔玩的海洋中，你也会有小哥哥吴老师的陪伴。不知不觉啊，维京传奇都已经出货了，时间过得是真快啊！无论环境如何，日子还是要继续的，且行且珍惜。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向马内看齐，这不是俗套啊，而是这样大家才会有更多的选择机会。你们说对吗？分享是爱，爱是分享。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的维京珍藏版不见不散。啊，对了，别忘了，如果有什么疑问，记得评论。吴老师期待你的善意的留言。再见。